Hello，大家好，这里是面面。今天想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在新加坡丽思卡尔顿酒店里特别有名的自助餐 Colony。这家自助餐非常有名，而且特别难订。我因为去之前在网上看了非常多的好评，所以还挺好奇，也超级期待的。进去之后发现里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而且整体布局算是比较局促拥挤的，每个 section 也不算很大，大致分为海鲜类、日料类、肉类、西餐、印度菜、中餐和东南亚料理，还有甜品。西餐的话就是有沙拉 bar， 然后会有一些腌制小菜，一些肉类冷盆和芝士，选择不算特别多。热菜类就是有一个现做的意面台，然后一些自助餐很常见的西餐菜色，不过说实话看着都不是很有食欲。相比之下，倒是印度菜看上去选择都更诱人一些。完了！他们家的这个烤鸭还是蛮有名的，不过每次每个人就只给3片。中餐选择也还可以，不过大都是一些西方人也会比较能接受和喜欢的菜色。你的辣椒螃蟹和软壳鸡。双香分大包，那个鸡就跟所有自助餐一样，刚开场的时候海鲜和日料是排队人最多的，但是我观察了一下，过半个小时再去，其实也就没什么人排队了。大的肉都被拿掉了。海鲜的品质我总体吃上去算是过关，不过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没有哪个想再吃一遍的欲望。就还行，我觉得肉质不是很，味道刚好是吧？对，香。这还可以，这个正常，这个清口味，清口味嘛还可以，没什么腥味。不是，还是甜，看来确实都是甜口味。长沙不行，但是就完全没有味道 ，like plain。开头里，这是 air dry beef， 这个是 prosciutto， 还有一个是什么 ham。哇，牛肉干的味道。prosciutto 有股猪骚味，那口感跟我们上次在那个Bianco吃的很接近。这个好吃，这个fruit味道特别重，油脂香味很够。他们家海鲜边上有个柜台，好像是专门做新加坡特色小吃的吧，我感觉还蛮有意思的，蛮特别的。它口感层很丰富，但它主要的调味是花生酱为主导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就是切碎的脆脆粒粒菜脯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菜饼卷就是口感很丰富，调味就泰式甜辣酱那种。日料肯定就不用抱什么期待，就这种自助餐大致上是不可能有什么特别好的食材的，就属于勉强能吃的程度。但它可以，但三文鱼很难吃吧？我觉得它油脂感甚至没有昨天当地那么强，而且蛮干的。我想吃到。我觉得它单独吃蛮好吃，配上花生酱吃反而没有那么好吃。三文鱼就还行吧，就正常水平，没有很好吃，也没有很难吃。西餐肉类就真的不太行，就品质和调味都非常一般。红酒炖羊肉，红酒味蛮重的，但羊肉纤维感其实蛮足的，它就有点硬，看着嫩，但是吃起来就是比较硬的那种。这两肉菜一般。哇，这烤鸭皮绝了，看上去好脆哦，北京烤鸭的那种。中餐倒是挺出乎我意料的，炒菜都还挺有锅气的。相比较海鲜，我倒是更愿意吃中餐里的炸软壳蟹啊、银鳕鱼啊和宫保虾仁这些。爽。但我觉得这辣椒算很一般。就如果说不去店里面吃到这个辣椒螃蟹，我会失望的。辣吗？它味道很足，但它其实不只是咸蛋黄自己本身的味道，我觉得它那个中式炒菜里面都蛮有火锅气的。
这边还有个现场自制的拉克萨汤面和拉克萨拌面的区域，但出品就和前2天在餐厅吃到的比较好的完全没法相提并论，就只能说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选择和体验吧。跟我们这2天吃的比其实不太差挺远的，说实话，汤头也感觉不是很浓郁。然后法棍打，它有干拉克萨是吧？上升的啊？不长生的。羊肉 butter chicken 摊豆粒馕，脆皮烧肉、叉烧、沙爹鸡、鳕鱼、酸甜猪和西兰。完了，这看着真的好晒的，完全不脆了，像橡胶一样，上面底下这边像跟咸肉一样硬了。叉烧看起来可以，叉烧很不错。完了，他做的还不如我们在游轮上吃的那样好吃。那口感做的没有那么极致，而且这个偏咸，比那个还要咸。看看他们做的有没有我的印度食品做的好吃，不太行。它番茄味太重了，然后虾料味不够浓烈，差蛮多的。哇，这个好软，这还可以，但是这个是肉本身好。然后印度菜我觉得完全比不上之前在游轮上吃到的。不过说实话，就那次游轮之旅的印度菜，应该是我目前人生吃到很难超越的水平了。正常的无锡大饭店的出品。我来偷吃一块你的 sweet sour pork。果然很难吃呢。但它这猪肉也太他妈臭了吧，而且好腥。然后还行，我觉得吃下来值得我再去拿的，好像就烧鸭。每个人都拿好多。哪个？就这个。甜品区也还可以，就起码花样还挺多的，偶尔有几款调味配比蛮在线的，然后甜度总体来说我觉得比较适合亚洲人的口味。不过像马卡劳这种本身也不可避免很甜的甜品，当然甜度就比较高。想要巧克力，这个是它里面都是陈皮筋，然后很厚的奶油霜，不是很好吃。这个 strawberry shortcake， 这个是 lychee， 这是 mango。你喜欢的吗？杨枝甘露，但它是那种就是果冻感比较强的那种，它的甜度都不是很甜。对 ，which is great。尝尝吧，这个像一层大果粒草莓酸奶，是嘟嘟糕的那个红糖的流心，欣赏不来，它那个生粉味太重了，做的不是很行。我先吃这个了，香油味好他妈重。然后那个大虾，我觉得大虾还可以，我认可。这大虾我觉得还 OK， 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吃下来比较好吃的菜了。嚼不动。不是，这蛮难吃的。你吃掉吧，不想吃不要讲。比医院的好吃。还一般，油耗味好重。这个仿香锅包子上面撒了巧克力粉嘛，跟咸蛋黄不是很搭。你这么说有道理。可能 food coma。这个是那个我 chestnut 的，对，别人在 chestnut， 最近太好了。还挺有层次的嘞做的，还可以。调味有点太重了，把栗子味道盖过去了。你感觉呢？而且我注意。这不就是泡芙里面夹了巧克力吗 ？raspberry， 我觉得不喜欢巧克力的就还好。马卡龙体做的不行，太厚实了。这个比刚才轻盈，柠檬味的。你当天去的时候，因为是圣诞节嘛，然后晚餐价格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是80刀左右，然后现在看周中晚餐要将近100刀，周末要112刀。
怎么说呢？如果说花样的话，他们家也不算特别多，然后食材品质和口味其实也没有网上吹嘘的这么好。当然也可能是我要求比较高啊，花这个价钱吃的又多又杂，然后又撑又不算太惊喜，可能对我来说不太值得。但是如果只是想要大吃一顿，在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里劈个情操，或者说是就是只是想要打卡一下 Colony， 见识一下，可能也还可以。Hazelnut， 下面是昂宁，尝尝昂宁的。感动，唯一吃到好吃的小蛋糕。这么好吃吗？一般般，但是比之前吃的几个好吃。可以。顺便去打卡了一下 Colony 边上的 Republica 酒吧，因为吃的太饱了，我们就点了2杯。但是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他们家风味构思和整体的平衡感都做得不错，所以打算下次去新加坡的话，可能再去试一下。哇，我太会选了吧！太好喝了吧！哇，你这个有股 smoky flavor。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